培训主题啊，是23系统柜深度标准详解啊，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多方面的对比啊，看23柜标准深度和非标深度导致的一些价格差啊，从而引导我们设计师在实际的方案制作过程中更多的采用这种标准柜体啊，来降低整个方案的价格啊。比如说我们可能2次进店要通过调整方案降低预算的，或者是首次进店客户预算比较低的，在设计方案时候啊，就使用这种标准深度柜体，价格会有一定比例的下降，然后让我们后期有意识的去多使用标准柜做方案。好，那整个这个培训的这个内容的话，主要分为3部分，一个是在全屋计价中，我们来看一下非标准和非标深度啊带来的这个不同的价格比，然后是灵感柜，现在23柜有个新的功能，前几个月啊就有它的一个标准和非标如何来定义啊，然后另外我们的这个投影计价当中的标准和非标深度跟它没有什么联系啊。好，那我们看第一部分啊，是全屋计价中的一个标准深度和非标深度。在我们全屋报价这个环节里面，对吧？我们点击以后啊，会出来报价单，这个是我们现有的这张报价单，里面主要的有一项啊，这个优惠金额这边是负934啊，就刚才那个方案，对吧？那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活动。那同样，它表示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这个方案里面有非标深度的一个柜体，包括我们的直列柜，包括我们的这个衣柜，都有一个非标深度，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但这个优惠呢，我们将在9月份就截止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为了我们推广23系统柜，提高它的使用率啊。然后的话，我们集团是决定将23柜这个非标深度做一个优惠的结算，时间是3月份到9月份啊，所以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后期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要多使用标准深度，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这个衣柜深度550、600，对吧？非衣柜的是250、298、350、390这些深度去做柜子啊，才能避免一些就是多余的这种非标产生的一些价格。好，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个全屋报价它的一个规则，再来回顾一下，在我们之前23柜培训时候也有，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后期有利于我们做方案的时候对这几个数字有一定的印象啊。那我们在全屋计价规则中主要分为啊，就是深度是有这个标准和非标之分的，宽度、高度是没有的。那深度又分为这种衣柜类和非衣柜类，对吧？衣柜类里面包括了掩门和躺门啊，这一块是主要的。那掩门衣柜和躺门衣柜啊，都是深度550啊，或者是600深啊。当然，这边深度指的是侧板深度啊，不含门板的啊。这两个550和600是标准深度的。然后非衣柜类，凡是我们吊的直列柜啥都是非衣柜类的啊。深度是由4个标准值啊，250、298、350、398。如果不踩中这几个点，我们全屋报价中就会算非标深度的。然后不是这两个柜类的，对吧？互相串用，从而导致深度啊超出了，也属于非标的。比如说你用了直列柜啊去做衣柜的，那它的直列柜的标准深度就是4个值，做衣柜肯定要是500、550、600这样的深度的。对于一个直列柜来说，肯定是非标了啊，就会乘一个非标系数，是1.05的。所以我们的刚才产生的这个优惠价格里面啊，基本上就是柜体的价格乘以了1.05，后期就还原这个标准了。那我们在设计方案中一定要认清楚，就是我们在方案中如果是衣柜的话，一定要调衣柜类的柜体，然后它有这个标准深度给你使用，对吧？如果是非衣柜类的啊，它有这4个标准深度给你使用，凡是你不在这个标准尺寸这个点上啊，都会给你算非标啊，所以价格会相应的增加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一个450宽、2540高的一个柜子啊，分别从290到大概360。啊，每隔10毫米跳一下，对吧？那从这个深度和对应的价格来看，总体来说是满足，就是柜子越深，价格会越高，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然后呢，关键是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深度值，它相对于比如说298，相对于它的前后深度啊，290和310的话，都是相对便宜的啊，298这个标准深度。那凡是不是298的290的深度和310深度都属于非标啊，它们价格之所以高，是因为增加了一个非标的一个费用嘛，对吧？柜体价格乘以了1.05的一个非标系数啊，350也是一样的，它的前后柜子深度啊都会有一些增加啊，相比350的柜子，350升的一个柜子啊。当然这边还要说明一下，这个价格还是有点明显，对吧？比如说298的柜子，价格是2088，前后都有大概100或者是80几到100的一个差异啊。那这个也要特别说明是什么呢？就是柜子越大，比如说宽高越大的话，这个差价可能越明显。
如果是个小柜子单柜的话，啊，这个深度跟它298深度可能跟290，可能跟310差异不是那么大啊。好，那我们在实际案例里会体现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怎么去查找和设置这个柜体的标准深度尺寸啊。那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去找到对应的目录去调柜子啊。比如你想设计的是衣柜啊，一定要在我们的卧房单元、掩门衣柜或躺门衣柜里面去调。然后调出来的柜子在我们的右边参数栏部件深度里面选择我们这个小箭头，可以选择2个标准深度啊，直接做。当然也可以手动输入，手动输入的话，输入标准值也没有问题啊。输入非标值，系统就帮你定义为非标了。比如你输入的是530，那后期你报价它就属于非标深度了啊。这边就比较直观，选择小箭头，选择对应的2个值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这个衣柜类的话，是在框架里面找到这个衣柜框架或者上面那个超宽框架也一样啊。超宽柜框架里面调出来以后，去我们的右边菜单栏设置一下深度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是直列柜啊，直列柜的话，我们要去相应的去调对目录啊，比如说这个23直列单元的，对吧？我们找到低柜也好，高柜或超高柜也好，都可以啊，直接调用出来以后去设置我们这个部件深度啊，这是第一步，对吧？还有一种是我们在搜索栏里面去点击一下深度，它会跳出这个一些参考的深度尺寸，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标准深度，比如说298、350、398这一些啊，当然也包含非标深度的，比如说最前面一个、最后面一个，这个可以不用，可以直接调用啊，然后去选择我们这个右边菜单栏那个小箭头里面出来的就是柜子对应的，肯定是标准深度的深度值